地球上的沙粒有天上的星星多嗎？你先別急着回答這個問題，99%的人第一反應都是錯的。你現在抬頭看夜空，能看到多少星星？幾百、幾千？我來告訴你吧。在没有光污染、视力正常的極限條件下，人類肉眼最多也只能看到大約6000顆恆星，而且這是整個天空的總數，不是你一眼能看完的，對吧？所以如果問題是你能看到的星星和地球上的沙子誰多？答案很簡單，沙子碾壓。別說全球了，你隨便抓一把沙子，裡面的顆粒數量可能都已經超過你一輩子看到的星星數量了。但問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這兒，星星到底怎麼定義？如果我們說的不是你看到的，而是宇宙裡真實存在的所有恆星，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。我們把尺度稍微放大一點，你看到的那些星星其實幾乎全部來自银河系，而且主要分布在幾百到幾千光年的範圍內。再遠的，要麼太暗，要麼根本看不見。但银河系本身有多少顆恆星？主流估計是1000億到4000億顆，聽起來已經很多了，是吧？但銀河系只是宇宙中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星系。那宇宙裡有多少個這樣的星系？2012年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發布了一張震撼科學界的照片——哈勃极端深場。這張照片拍的區域有多小？大約只佔整個天空的3000萬分之一，比你用指甲擋住天空還要小。但就在這麼小的一塊區域裡，科學家數出了大約5500個星系。注意，是星系，不是恆星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每一個小光點背後都是一個銀河系。那如果把這個密度放大到整個可觀測宇宙呢？科學家推算，可觀測宇宙中可能多達2萬億個星系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是萬億級。再乘以一個平均值，每個星系大約1000億顆恆星，只是粗略平均，用來估算數量級。結果來了，大約2乘10的23次方顆恆星。這個數字已經大到什麼程度？寫出來是2後面23個0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那肯定是星星贏了吧？先別急，我們再來看沙子。沙子這東西看起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但它的數量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離譜。它分布在沙漠、海灘、河床、海底沉積層，幾乎覆蓋了地球表面的很大一部分區域。那怎麼估算它的數量？科學家通常不會一粒一粒去數，而是用一個思路：總量除以單顆質量。為了方便計算，我們可以做一個保守假設，把地球上所有沙子的總质量粗略看作地壳質量的1/1000。地壳只占地球總質量的大約0.4%，而地球總質量大約是5.97乘10的24次方千克。算下来，沙子的總質量大約在10的18次方千克这個量級。再看一粒沙子有多重，一顆普通沙粒大約在1到10毫克之間。我们取一個中間值2毫克，也就是2乘10的-6千克。用總質量除以單顆質量，你會得到一個結果，大約10的23次方克沙粒。看到這裡，重點來了，地球上的沙子數量和可觀測宇宙中的恆星數量在同一個數量級，甚至在某些估算模型下，沙子的數量還可能略多一點。是不是有點反直覺？我們一直覺得宇宙是無限巨大的象徵，而地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塵埃。但當你把範圍限定在可觀測宇宙，也就是光能夠到達我們的範圍內，這個對比就變得非常微妙了。這裡還有一個關鍵點，我們現在看到的宇宙其實只是可觀測宇宙，因為宇宙誕生至今大約138億年，而光速是有限的，我們最多只能看到一個半徑約465億光年的範圍。再遠的地方，即使存在星系和恆星，它們的光還沒來得及到達我們。換句話說，宇宙可能遠比我們看到的更大，甚至可能是無限的。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的，那恆星的數量理論上也会是无限的。那樣的話，沙子就完全沒法比了。所以你看，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取決於你怎麼定義天上的星星。如果是肉眼可見的，沙子完勝；如果是可觀測宇宙中的恆星，兩者勢均力敵，甚至沙子略多。如果是整個宇宙的恆星，那星星直接無上限。那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你現在手裡抓一把沙子，你覺得你握住的是不是某種意義上的宇宙級數量？聽起來有點離譜，但仔細想想還挺浪漫的，對吧？
我們每天踩在腳下的東西，居然可以拿來和整個宇宙对比。這大概就是科學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它總能在最普通的東西裡藏着最誇張的答案。所以地球上的沙粒到底有沒有天上的星星多？答案是看你怎麼定義星星。所以你選哪個答案？評論區聊聊。